我是82年到中国日报任摄影记者，等于在中央组12年吧，就有很多条件拍中央新闻呢和这种时政新闻，外国首脑，比如英女王啊逛故宫，演那个末代皇帝那个尊龙，他演皇帝嘛，获奖了，又来到中国再去看看故宫，我就非常荣幸的帮他拍了一组照片。我们俩沟通完以后，他自己在那思索转啊什么的，我们几乎也没有什么对话。拍完以后呢，就是他说非常感谢，然后他说这是确实是我想要的这个留影。中国日报嘛，它是对外窗口，镜头一定要对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，把真正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介绍到国外。我那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到大街小巷拍一些老百姓生活，长安街上都能看到那个宋梅宫，天安门那金水桥上就老百姓啊在那休息啊，就是很自然的。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跳猴皮筋儿，进城的农民赶集去的，骑个自行车牵了几头驴过建国门立交桥。北京推小孩是一种小竹车，我就管它叫推了几代人。这张照片一出现，他们都知道这是北京。那是1985年，八达岭有些残损了嘛，当时都靠人工啊，一块砖一块砖背上去。那个题材当年还入选了世界荷兰新闻摄影大赛。就故宫不是特晒嘛，然后揪个荷叶当个伞什么，有什么在里边谈恋爱的，也有的老人呢，他们就会趴在窗户那儿啊，就看看里边的老物件。那个时候故宫外宾也多，看到那么多外宾外国人，那也跟看外星人似的。1986年叫中国首届盲童夏令营，拍到了很多难得的照片。他们没法看故宫啊，放宽了这个概念，就让他们可以摸到故宫那些浮雕，人民英雄纪念碑，就老师们和武警战士们拖着他们，让他们摸一摸这种先烈们这种浮雕。离开媒体以后会拍一些自己的专题。2003年我就把我几十年拍的这个红色的反映红色的照片都调起来，大概调了有个1800张，然后都洗成小照片铺开了。小孩穿着红袄，傣族呢骑着大象上，球迷啊脸上画上小红旗儿，是安塞阳谷很具代表性的黄土高原上的红色符号，一两张不显，你要是上1000张全是红的，自己能看着都震撼。整理完之后，当年办了个展览，2004年又去了法国，香港中国旅游中新社什么都有侨办，就印了本挂历，就用红色中国这个题材啊，每个国家这个华人都送，都觉得很吉祥嘛。我从17年到现在，是我每天一张照片，用相机记录每天，拿相机近40年吧。随着时间的跨度，这就是书写你身边的历史。这个历史小喽是我们一个家庭的、一条街的、一个城市的，大了说就是一个国家的变化。只要拿得动相机，天天我的影像生活是不会变的。